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月的细雨如丝如缕，轻柔地敲打着办公室的玻璃窗。方明轩放下手中的吊链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明轩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坐在对面的处长老张点燃一支烟，眯着眼睛看他。梅溪县的城市规划项目，上面很重视，你去主持工作，回来就是正处了。方明轩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，雨水顺着玻璃缓缓滑落，像是眼泪的轨迹。梅溪县，那个他曾经发誓再也不会踏足的地方，怎么了？不愿意去？老张察觉到了他的异样。没什么。方明轩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只是有些意外。意外？岂止是意外？3年前，他和叶小雨在那个小县城分手，如今命运又要他回到那里，是巧合，还是某种冥冥中的安排？收拾办公桌的时候，方明轩的手不经意间碰到了那张合影，照片里的叶小雨笑得很甜，紧紧依偎在他身边。那时候的他还会为了他的一个温柔眼神而脸红，还会在深夜为他准备热汤。都过去了，他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。3天后，方明轩坐上了开往梅溪县的班车，车窗外的景色熟悉而陌生，那些曾经和叶小雨一起走过的地方，如今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。梅溪县城不大，从南到北也就是10几分钟的车程。方明轩记得叶小雨家就在县城东边的梧桐街上，那是一条很安静的小街，两旁种满了梧桐树。秋天的时候，满街都是金黄的叶子。方处长，欢迎欢迎！县政府的李秘书早已等在车站，见到方明轩立刻迎了上来。一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方明轩客气地回应着，心思却不在这里。车子沿着熟悉的街道缓缓前行，方明轩透过车窗看到了那家小面馆，他和叶小雨第一次约会就是在那里。他点了一碗阳春面，吃得很小心，生怕溅到衣服上。宾馆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方明轩放下行李，走到窗前，窗外正好能看到梧桐街的方向，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。第2天一早，方明轩就投入了工作。城市规划项目涉及面很广，需要协调各个部门。他埋头于各种图纸和数据中，似乎只有工作才能让他暂时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回忆。方处长，这个地块的问题比较复杂。负责规划的小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区域说，这里是程志刚老板的项目，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力。方明轩看了看地图上标注的位置，心里一紧。程志刚，他听过这个名字，据说是叶小雨现在的丈夫，一个靠房地产发家的暴发户。周五下午，方明轩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规划方案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明轩，真的是你？熟悉的声音让方明轩的手不由得一颤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了一张久违的脸庞，周毅然，他的大学同学。毅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方明轩站起身来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在这里开律师事务所，已经3年了。周毅然走过来，用力拍了拍方明轩的肩膀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联系我？刚来1个星期，工作太忙了。方明轩有些不好意思。忙什么忙？老同学见面，得好好聚聚。周毅然拉着他就要往外走。走，我请你喝酒。酒桌上，2个老朋友畅谈往昔。周毅然是个健谈的人，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方明轩的近况上。听说你和叶小雨分手了？周毅然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方明轩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那个叶小雨，我见过几次。周毅然犹豫了一下，她现在我知道，她嫁给了程志刚。方明轩打断了他的话，你都知道了？周毅然有些惊讶，小县城有什么事能瞒得住？方明轩苦笑一声。周毅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明轩，有些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。程志刚这个人不用说了。方明轩摆摆手，都过去了。不是的，我是说他的生意有问题。周毅然压低了声音，我最近接了几个案子，都和他有关。这个人手段很不干净。方明轩皱了皱眉，你什么意思？具体的我不能说，但是你要小心，既然你负责城市规划，肯定会和他打交道的。喝完酒，两人分别。方明轩走在夜晚的街道上，心情复杂。程志刚、叶小雨这些名字像是阴魂不散，总是在他面前出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方明轩专心工作，尽量不去想那些烦心事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。周三下午，周毅然给他打电话：明轩，这个周末我们高中同学聚会，你一定要来。同学聚会？方明轩有些犹豫。是啊，好不容易大家都回梅溪了，陈亮从北京回来了，还有李明、张伟他们都想见见你。方明轩想了想，问道：都有谁参加？基本上我们那届的同学都会来。周毅然停了一下，叶小雨也会来，不过你别介意，毕竟都是老同学。方明轩的心跳得快了一些。见叶小雨吗？3年了，他其实很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好吧，我来。他最终答应了。周末的晚上，聚会在县城最好的酒店举行。方明轩特意换了一身相对正式的衣服，但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，还是觉得有些寒酸。这几年忙于工作，他确实没有太在意自己的外表。酒店的包间里已经聚了10几个人，大家见到方明轩都很热情。明轩，听说你现在是处长了，厉害啊！陈亮举着酒杯走过来。什么处长？就是个副的。方明轩谦虚地说，那也很不错了。我们这些同学里，你是混得最好的了。正说着话，包间的门又开了。方明轩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叶小雨走了进来，身边跟着一个穿着名牌西装的中年男人。他比3年前更加光彩照人了，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连衣裙，手腕上戴着一只钻石手表。小雨来了，有同学招呼道。叶小雨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，目光扫过房间的时候，和方明轩的视线相遇了。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都各自移开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程志刚。叶小雨挽着身边男人的胳膊说道。程志刚看起来40多岁，身材微胖，脸上带着成功人士特有的自信笑容。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方明轩身上。这位就是方处长吧？程志刚主动走过来，伸出手，久仰大名。程总客气了。方明轩也伸出手和他握了握。程志刚的手很软，但握得很用力，似乎想要显示自己的力量。方处长，听说你负责县里的城市规划项目？程志刚笑着问道。是的，那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。我们公司在县里有几个项目，以后还请方处长多多关照。方明轩只是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聚会正式开始了，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。按照惯例，先是每个人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。轮到叶小雨的时候，他站了起来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全职在家，主要负责照顾家庭。
我老公在县里做房地产生意，生意还不错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有意无意地瞥向方明轩的方向。程志刚也站了起来，虽然我不是你们的同学，但既然大家这么热情，我也说两句。我在梅溪县算是小有成就吧，名下有几家公司，主要做房地产开发。去年刚给小雨买了一辆宝马，下个月我们还要去欧洲旅游。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，生怕别人听不到。轮到方明轩的时候，他简单地说：我现在在市里工作，这次过来主要是负责县里的一个项目。方处长太谦虚了。程志刚突然插话：听说你还是单身呢，以你的条件，怎么还没找到合适的？这话一出，包间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大家都知道方明轩和叶小雨的过往，这样问显然有些不合适。方明轩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平静地回答：工作太忙，顾不上个人问题。那可不行啊。程志刚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的变化，继续说道：男人事业成功了，也要有个好女人陪着才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像我们小雨这样的好女人可不多见了。他说着搂了搂叶小雨的肩膀，叶小雨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，配合着依偎在他身边。是啊，志刚对我很好。叶小雨声音有些娇羞，上个月他刚给我买了一个爱马仕的包，花了10几万呢，哈哈，只要你开心，多少钱都值得。程志刚大笑着说：钱嘛，就是用来花的，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，一年几百万的利润，买个包算什么？他说话的时候故意看向方明轩，眼神中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。方明轩端起酒杯，默默地喝了一口，没有说话。对了，方处长，你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程志刚突然问道。这个问题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不适。大家虽然是老同学，但这样直接问工资还是很不礼貌的。志刚，叶小雨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，似乎在提醒他注意言辞。没事，就是随便问问。程志刚摆摆手，我们这些做生意的，就是好奇公务员的收入水平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公务员嘛，工资是不会太高的，一个月几千块钱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优越感。方明轩感到一阵愤怒涌上心头，他知道程志刚是故意的，故意在众人面前让他难堪。是啊，公务员的工资确实不高。方明轩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语调，不过至少来源合法。这话一出，程志刚的脸色有些变了。方处长这话什么意思？程志刚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。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方明轩看着他的眼睛说道。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其他同学都感到了不对劲，纷纷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别说这些了。陈亮赶紧举起酒杯，来，我们喝酒。对对对，难得聚一次，开心点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但是程志刚显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。他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方明轩。方处长，你这话我怎么听着有些别的意思呢？叶小雨也站了起来，挽着程志刚的胳膊。志刚，别这样，大家都是同学。同学。程志刚冷笑一声，有些人啊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自己混得不好就酸葡萄心理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包间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志刚，你喝多了。叶小雨小声劝道。我没喝多。程志刚甩开了他的手。我就是看不惯某些人的德行，明明自己一事无成，还在这里装清高。他说着走向方明轩，俯身靠近他。方明轩，
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大学里的风云人物吗？醒醒吧！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拼钱的时代。你有什么？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一套老破小的房子。程志刚继续说道：再看看我们小雨，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？名牌包包、钻石首饰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跟着你的时候呢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方明轩顿感脸红，将杯子狠狠摔向桌子，站起身来，冷冷地看着程志刚。程志刚，你知道你现在的钱是哪里来的吗？包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方明轩。程志刚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方明轩冷笑一声。3年前，梧桐街那块地的拆迁补偿标准是每平米8000，但是到了老百姓手里却只有5000。那3000块钱的差价去了哪里？程志刚开始有些慌乱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！方明轩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当年的拆迁协议复印件，还有银行的转账记录。程志刚，你敢说这些钱和你没关系？叶小雨看着这一切，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她从来不知道自己丈夫的钱是这样来的。方明轩，你别血口喷人！程志刚急了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方明轩又拿出几张照片，这是你和当时负责拆迁的李副县长一起吃饭的照片，还有你给他送钱的照片，这些够了吗？程志刚彻底慌了，他没想到方明轩会掌握这些证据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些的？我来梅溪县不只是为了工作。方明轩的声音很冷。3年前，我就开始调查梧桐街拆迁的事情，那里有很多老人被骗了，他们把一生的积蓄都压在了那些老房子上，结果却只拿到了应得补偿的一半。他看向叶小雨，小雨，你还记得梧桐街王大爷吗？就是那个总是给我们送菜的老人，他因为拿不到足够的补偿款，至今还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，而这些钱都进了你丈夫的口袋。叶小雨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她想起了那个善良的老人，想起了他总是笑眯眯的给他们送菜的样子。小雨，你别听他胡说。程志刚想要解释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方明轩继续说道：程志刚，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？你的钱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炫耀？包间里的其他同学都惊呆了，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你想怎么样？程志刚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已经把这些证据交给了相关部门。方明轩平静地说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找你了。程志刚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如同死灰。叶小雨看着方明轩，眼中满含着复杂的情感。3年前，他因为觉得方明轩没有上进心而选择离开他。他以为嫁给程志刚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却没想到这些财富来得如此肮脏。明轩，他想要说什么，但是方明轩已经转身走向门口。小雨，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。方明轩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，比如良心，比如尊严。说完，他推门走了出去。1个月后，程志刚因为受贿和非法获利被判入狱，他的公司也被查封，所有非法所得都被追回，用于补偿那些受害的拆迁户。叶小雨独自一人坐在梧桐街的咖啡馆里，透过窗户看着对面正在修缮的老建筑。在方明轩的主持下，梧桐街的规划方案改了，那些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被保留下来，改造成了文化街区。他知道，这是方明轩一直想要做的事情。3年前，他就曾经和他说过，
要保护这些有历史的建筑，不能让它们在推土机下消失。咖啡馆的门铃响了，叶小雨抬头看去，看到方明轩走了进来。我可以坐下吗？方明轩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叶小雨点点头，两人坐在那里，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。外面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上，很温暖。对不起，叶小雨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轻。不用道歉。方明轩摇摇头，你只是做了你认为正确的选择。我错了。叶小雨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以为金钱能带来幸福，却没想到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方明轩看着窗外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叶小雨抬起头看着他，那我们都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们了。方明轩站了起来，祝你幸福，小雨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咖啡馆。叶小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梧桐街的尽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方明轩走在改造后的梧桐街上，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那些老建筑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暖，就像他记忆中的样子。他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周毅然的电话。毅然，今晚有空吗？我请你喝酒。当然有空。周毅然的声音很开心。庆祝你的胜利。不是胜利。方明轩望着远方，是解脱。夕阳西下，梧桐街上的灯光一盏盏亮了起来。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而方明轩知道，他的人生也将翻开新的一页。接下来是本期第2篇故事。17万多的天价账单摆在桌上，几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瞬间慌了神，互相推诿，不肯买单。而那个被他们嘲笑了一整晚，穿着地摊货的穷同学，却在此时露出了神秘的笑容。班花孙曼玲走到他面前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如同炸雷，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。怎么这么贵？先生，您刚才点的这款威士忌是蓝牌典藏版。服务员的声音很轻，但递过来的账单却让几个男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时间回到3个小时前，2019年春节前夕，北京某5星级酒店的豪华包厢里，10几个30出头的老同学围桌而坐，气氛热闹中透着一丝微妙的较劲。李征良缩在靠窗的角落位置，很不起眼。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黑色羽绒服，里面是普通的格子衬衫，脚上一双看起来至少穿了2年的运动鞋，连头发都像是在街边小店随便剪的，略显凌乱。他面前只摆了一杯白开水，安静地听着别人聊天，偶尔点点头，很少主动开口。征良，你这些年到底在干啥呢？一个穿着名牌西装，戴着劳力士手表的男同学笑着开腔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优越感。怎么还是这副打扮？这可是咱们班花曼玲组织的聚会，你也得稍微收拾一下，注意点个人形象吧。李征良憨厚地笑了笑，摸摸后脑勺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平时也不需要穿得多正式，随便点就行。也对，另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同学接话，目光从他的鞋子扫到衣领。想当年你学习也一直是垫底，现在看来生活品质也确实有待提高啊。这话一出，桌上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，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这种善意背后藏着什么。曼玲来了。随着这声招呼，包厢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。昔日的班花宋曼玲穿着一件米色的羊绒大衣，内搭黑色高领毛衣，简约却透着低调的奢华。她的长发披在肩上，妆容精致，
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功女性的气质。哇，曼岭还是那么漂亮，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！赞美声此起彼伏，有人忙着给他拉椅子，有人赶紧倒茶。李征良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随着大家去奉承。大家别客气，今天难得聚在一起。宋曼岭坐下后，优雅地扫视了一圈。服务员，把菜单拿来，再加几道招牌菜，酒也要好一点的。曼岭，这酒店消费不低啊。有男同学半开玩笑地说。宋曼岭大方地摆摆手，没关系，今天我买单，大家意思一下就行。听到这话，几个原本还在推让的人都松了口气。酒菜陆续上桌，气氛逐渐热络起来。话题从工作近况聊到投资理财，从买房买车聊到子女教育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内容也越来越精彩。我那个项目刚拿到一轮融资，投资方给了2000万。我刚在北四环买了套别墅，花了1800万。我老婆开的美容院，一年净利润就有几百万。李征良依然安静地吃着菜，很少插话。偶尔有人故意问他：“征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觉得我们聊的话题太高端了？”他总是很坦然地回答：“你们都是成功人士，我一个小职员，哪敢班门弄斧？也别这么说，说不定你闷声发大财呢。”一个女同学笑着调侃：“我要是发了财，还用穿成这样吗？”李征良指指自己的衣服，又引来一阵笑声。那些成功人士的眼神里，总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，仿佛在看一个可怜的失败者。而李征良的平静反应，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认命。晚些时候，服务员端上来一瓶包装精美的威士忌，有人故意大声念着标签：“皇家礼炮50年陈酿。”这英文够长的，众人哄笑。李征良随口问了句：“这酒什么价位？应该在10万左右一瓶吧？”一个略懂酒的同学云淡风轻地回答：“我不太喝烈酒，还是茶比较适合我。”李征良摇摇头，把面前的酒杯轻轻推开。他的举动被几个人看在眼里，有人暗暗摇头，有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在他们看来，李征良这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，买不起就说不喜欢。征良，你是不是没吃晚饭？突然有人注意到李征良一直在埋头吃菜，开口调侃道。李征良筷子顿了一下，抬起头诚实地说：“确实没吃，下班就直接过来了。”他说的太自然了，没有一丝尴尬或者羞愧，反而让想要调侃他的人感到有些无趣，气氛有些微妙。宋曼岭赶紧打圆场：“都是老同学，吃好喝好最重要，想吃什么尽管点，今天我买单。”曼岭就是大气，立刻有人附和。酒过3巡，话题开始变得更加深入。几个男同学开始抱怨起了富人的烦恼：“我那个投资项目最近有点麻烦，政府政策变了，可能要损失几百万。你这算什么？我岳父的公司非要我去当总经理，每天各种应酬，烦死了。我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再买套房，但是好地段的都太贵了，动辄几千万。”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诉苦，但每个人都能听出其中的炫耀成分。李征良最初还会适时地发出真不容易，有钱人的烦恼这样的感叹，但听得多了，他的表情就变得越来越平淡，最后干脆低头看起了手机。他当然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，用抱怨的方式炫富，用烦恼的外衣包装优越感，这种把戏他见得太多了，早就免疫了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宋曼岭接了个电话，起身向门外走去。
不好意思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出去处理一下，大家继续吃，我先去付钱。他走到门口时，悄悄对服务员说了几句话，对方点头表示明白。宋曼岭前脚刚走，包厢里的气氛就微妙地变了。他该不会是故意来显摆的吧？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别瞎说，人家确实混得好。”我觉得也是，选这么贵的地方，点这么贵的酒，不就是想让我们看看他现在多成功吗？话题很快又转到了李征良身上，那个戴劳力士的同学又开始发挥。征良，你今天吃得够本吧？这一顿抵你半个月工资了吧？李征良淡淡的笑了笑，确实挺丰盛的，谢谢大家。一会儿别说没带钱包啊！另一个人跟着起哄，该出的我肯定出。李征良的回答依然很平静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重新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账单夹，他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。各位先生女士，这是今晚的消费清单，请问是一起结算还是分开？他将账单摊开在桌上，总计消费176,890元。这个数字一出来，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下来。原本还在嬉笑怒骂的众人，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。多少？戴劳力士的同学第一个坐直了身子。17万多？这不可能吧？服务员不慌不忙地解释：先生，主要是这瓶皇家礼炮50年陈酿，单价92,000元，等等等等。戴金丝眼镜的同学急了：谁点的这瓶酒？我记得没人点啊。就是你啊！坐在他旁边的人立刻反驳：你刚才不是说要点瓶好酒助兴吗？还拍着胸脯说这点钱算什么？我那是开玩笑的，谁知道真有这么贵的酒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气氛变得剑拔弩张。有人问服务员：刚才我们班花不是说他会结账吗？但服务员表示目前还没人结账。戴劳力士的同学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说请客吗？怎么还要我们付钱？就是啊，说好的买单呢？这么多钱平摊下来，每人也要1万多啊！包厢里顿时乱成一团，有人开始算账，有人开始抱怨，有人开始互相指责。都别吵了！戴劳力士的同学拍了拍桌子，扣掉李征良，我们几个人分，每人大概1万5左右，凭什么扣掉他？立刻有人反对，他也吃了喝了，凭什么不出钱？就是，看他吃的那么香，该出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他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块，让他出1万多，这不是要他命吗？争论越来越激烈，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集中到了李征良身上。他依然坐在角落里，表情平静，仿佛这场争论与他无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抬起头，环视了一圈，淡淡地说：该我出的我肯定出，但是那瓶酒不是我点的，鱼子酱也不是我要的。如果真要 AA， 我可以按照我实际消费的来算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占你便宜似的。戴劳力士的同学怒了。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，包厢门突然开了，宋曼岭重新走了进来。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场面，脸上依然挂着优雅的笑容，目光扫过账单和众人慌张的神色。怎么了？账单吓到大家了？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众人心上。曼岭，这个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贵。戴金丝眼镜的同学试图解释：是啊，主要是那瓶酒太贵了，而且这个消费确实有点。面对众人的支支吾吾，宋曼岭忽然笑了，那笑容不是对着他们，而是对着坐在角落里的李征良。他走到他面前，
声音变得亲近而熟悉。征良，差不多了吧？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什么叫差不多了？什么意思？李征良看着宋曼岭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缓缓站起身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皮夹。当他打开皮夹的那一瞬间，在场的人都傻眼了。大家都看到了里面整齐排列的各种卡片，黑色的运通百夫长卡，金色的招商银行钻石卡，还有几张他们见都没见过的私人银行卡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李征良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，但语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我本来只是想看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都变成了什么样。他拿出那张黑色的运通卡，递给目瞪口呆的服务员，全部账单刷这张卡，谢谢。服务员接过卡片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敬意。他显然知道这张卡的含义，这是传说中的黑卡，全国持有者不超过1万人，每一个都是身家至少过亿的顶级富豪。包厢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像被定身术定住了一样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穷同学。刷卡的过程异常顺利，服务员很快返回，双手恭敬地将卡片递还给李征良。先生，支付成功，感谢您的光临。李征良接过卡片，动作依然从容，仿佛刚才只是买了一瓶矿泉水。而包厢里的其他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，无法自拔。这怎么可能？戴劳力士的同学声音都有些颤抖。你不是什么？李征良重新坐下，神情平静地看着他。不是那个数学不及格的差生，不是那个找不到好工作的 loser， 还是不是那个买不起名牌的穷鬼。每说一句，那个同学的脸就白一分。他刚才说过的每一句嘲讽的话，现在都像巴掌一样抽在自己脸上。我想起来了。突然，一个女同学惊叫起来：李征良，你是不是那个开发了智云系统的李征良？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智云系统，那个在3年前横空出世，彻底改变了企业管理软件格局的超级产品，创始人正是一个叫李征良的年轻人。据说这个系统的估值已经超过了100亿。李征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运气好，赶上了风口。运气好，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，能做出那样颠覆性产品的人，怎么可能只是运气好？这需要的是顶级的技术水平、敏锐的商业嗅觉，还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执行力。天哪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胡润富豪榜上有你。另一个人也反应过来，排名第47位，身家125亿。125亿，这个数字让包厢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刚才还在炫耀几百万投资的那些人，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可是你为什么？戴金丝眼镜的同学结结巴巴地问，为什么要这样伪装？李征良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然后他缓缓开口：大家还记得高中时候的我吗？当然记得，那时候的李征良确实是班上的差生，数学经常不及格，性格内向，很少说话，在班上几乎没有存在感。那时候的他们，哪怕是最普通的学生，都会对李征良有一种优越感。高考后，我没考上好大学，去了一个3流的技校学计算机。那时候，你们有些人已经上了重点大学，有些人家里条件好，出国了。李征良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人都能听出其中的深意。再后来，你们毕业找到好工作的时候，
我还在一家小公司做程序员，月薪3000，包厢里静得可怕，所有人都意识到李征良要说什么了。5年前，我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，李征良继续说道，那时候我刚刚创业，公司还很小，自己也确实很穷，但是那次聚会上，大家对我的态度……他停顿了一下，淡淡的笑了笑，应该和今天差不多。宋曼岭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眼神中有着复杂的情绪。他当然记得5年前的那次聚会，那时候他刚刚接手父亲的公司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而李征良确实穿得很朴素，话也很少。那次聚会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李征良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当你落魄的时候，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，都可能对你冷眼相看；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即使是陌生人，都会对你笑脸相迎。他转过身，目光再次扫过众人。所以我想试试，如果我继续扮演那个失败者，大家会是什么反应？结果呢？他自问自答，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。戴劳力士的同学想要说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们今晚的表现确实很糟糕，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优越感和轻蔑，每一个眼神都在提醒李征良，你是这里最失败的那个人。我不是在责怪大家。李征良重新坐下，人之常情，我理解，富人和穷人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，成功和失败从来都不是绝对的，更不是永恒的。今天你看不起的人，明天可能就会让你仰望；今天你引以为傲的成就，明天可能就会变得微不足道。包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，几个刚才还在大声炫耀的人，现在都低着头不敢说话。他们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刚才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。而且，李征良看向那个点了昂贵威士忌的同学，真正的富人是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故意点最贵的东西的，那样做的人往往只是想要掩饰内心的不自信。这句话像一支利箭，直接射中了那个人的心脏。他确实是为了在同学面前显摆才点的那瓶酒，现在想想，那种行为是多么的浅薄。宋曼岭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征良，你还是那么爱说教。”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，但更多的是理解和认同。曼岭，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李征良问道。宋曼岭笑了笑，从你进门的第一眼，这么明显吗？不是明显，是了解。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温柔。你以为换了衣服，改了发型，我就认不出你了？你喝水的姿势，吃菜的习惯，还有那种看人的眼神，都没有变过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而且真正穷困的人，眼神中会有一种焦虑和不安，那是被生活压迫出来的。但你的眼神很平静，那是一种只有见过大世面的人才会有的从容。李征良点点头，对他的观察力表示赞赏。另外，宋曼岭又补充道，你的手，众人不解，做技术的人长期使用键盘，手指会有特定的痕迹，但征良的手虽然有这些痕迹，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手部保养得也很好，这不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会有的状态。他的分析让在场的人都佩服不已，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观察力是多么的粗糙。最重要的是，宋曼岭看着李征良，当大家在炫耀的时候，你的表情，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听到那些数字应该会有羡慕、嫉妒，或者至少是震惊。
但你的表情太平静了，就像在听小孩子炫耀玩具一样。这个比喻让几个刚才还在炫耀的人脸红不已。在100亿身家的人面前，他们那点成就确实就像小孩子的玩具，所以你故意配合他。有人问宋曼玲，我想看看这出戏能演到什么程度。宋曼玲坦率地承认，也想看看大家的真实反应。结果让你失望了吧？李征良苦笑道。宋曼玲摇摇头，不，让我更加确认了一个道理，能够在成功后还保持初心的人太少了，而能够在伪装失败时还保持风度的人就更少了。他看着李征良，你今晚面对那些嘲讽和轻视，始终很平静，没有恼羞成怒，也没有当场翻脸，这种心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李征良摆摆手，也许只是我比较会忍而已。不，这是格局。宋曼玲很认真地说，大格局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无知而愤怒，因为他们明白，愤怒只会降低自己的层次。气氛慢慢缓和下来，但每个人心中都五味杂陈。刚才的震撼过后，更多的是羞愧和反思。征良，对不起。戴劳立士的同学率先开口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用道歉。李征良摆摆手，你们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如果我真的是个普通员工，你们的反应很正常，但是我们不应该那样看不起人。戴金丝眼镜的同学也低头道歉。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，都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。李征良点点头，这话说得对。其实今晚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你们的态度，而是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我发现我也变了。李征良的声音有些沉重。5年前的我，面对你们的轻视，心里是真的难受。但今晚，我可以很冷静地观察、分析，甚至觉得有趣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已经站得太高了，高到可以俯视一切，包括曾经伤害过我的东西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这种心态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当你开始俯视的时候，你就离变成你曾经讨厌的那种人不远了。这番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每个人都可能在成功后变得傲慢，变得看不起曾经的自己，看不起那些还在奋斗的人。所以这次聚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警醒。李征良继续说道，让我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要忘记那些还在路上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理解和帮助。宋曼玲深有感触地点点头，成功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人忘记初心。是啊，李征良感慨道，我们都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但成功后很容易就忘记了那种普通的珍贵。这时，一个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女同学突然开口，征良，你还记得高中时候吗？你虽然成绩不好，但从来不欺负比你弱的同学，还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对，另一个人也想起来了，那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家里很穷，你悄悄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他吃。随着这些回忆被提起，大家忽然发现，那个曾经不起眼的李征良其实一直都是个很善良的人。他的成功也许并不是偶然的。夜已经很深了，聚会也接近尾声。李征良重新穿上那件看似普通的羽绒服，准备离开。征良，以后还会参加同学聚会吗？有人问道。李征良想了想，会的，但我希望下次大家都能以最真实的状态见面，不需要炫耀，也不需要伪装，就像高中时候那样。那你还会这样伪装吗？不会了。李征良摇摇头，这次已经足够了。而且我发现，伪装别人很容易，
但不伪装自己却很难。大家陆续起身告别，气氛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并不沉重，因为每个人都从这次聚会中学到了什么，收获了什么。走到门口时，宋曼岭追上了李征良，能聊几句吗？两人走到酒店的露台上，夜风很凉，但心情却很平静。你知道吗？今晚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更是一个还保持着初心的老同学。宋曼岭说道。你也是，李征良回应道。能够看穿我的伪装，但不拆穿，还配合我演完这出戏，说明你的心态也很好。我们都在成长，也都在变化，但有些东西希望永远不要变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善良，比如真诚，比如对朋友的那份情谊。两人相视而笑，那种笑容很纯真，就像回到了高中时代。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李征良开着一辆很普通的大众车，其实他的车库里有好几辆豪车，但他更喜欢这种低调的生活方式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想起了今晚发生的一切。这次聚会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，也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。成功不应该让人变得冷漠和傲慢，而应该让人变得更加温暖和包容。真正的强者不是去俯视众生，而是俯身去帮助那些还在路上的人。几天后，李征良的公司宣布了一个决定，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，用于帮助那些有技术梦想但缺乏资源的年轻人。基金的名字很简单，初心。而在基金的启动仪式上，李征良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们都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更多的普通人走得更远。这句话成为了他此后人生的座右铭。那次同学聚会最终成为了每个参与者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它让每个人都重新审视了自己，重新思考了成功的意义，也重新定义了真正的财富。而李征良，那个曾经被看不起的穷同学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成功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能够始终保持一颗善良而谦逊的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